他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间谍，能易容成上百种人的样子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，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做黄昏。东国和西国对立已久，近日东国的间谍拍到了外交大臣戴假发的丑照，而就在交接任务时，黄昏伪装成东国的特务头领艾加德，骗走了丑照以及底片。随后他利落地和艾加德女儿卡莲分手，将用来接近敌方的名为罗伯特的面具抛弃。在他成为间谍的那天，就注定和结婚生子的平凡生活彻底无缘。不久前，西国的外交大臣遭到了东国极右派的暗杀身亡。为了查明东国的真实目的，西国决定派出黄昏执行此次代号为萧的特别任务。在站台和接头人交换完情报后，黄昏登上了前往东国柏林特的列车。报纸上是写着此次任务的密文：东国国家统一党党魁唐纳文是威胁东西国和平的危险人物，黄昏的任务是接近唐纳文并刺探出对方的可疑动向。为此，他要先结婚生子。黄昏一口咖啡全喷在了报纸上。什么东西？唐纳文小心谨慎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他只会定期参加儿子就读的伊点学院举办的家长会。于是这场家长会也成为了政商界大佬们的社交场合，所以黄昏必须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就读，借此参加家长会。而且由于开学时间将近，他只有1周的准备时间。黄昏忍无可忍，一把撕烂手里的报纸，居然让他7天内生个孩子，开什么玩笑？黄昏叹了口气，反正他早就舍弃了身份和姓名，扮演一个孩子的父亲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来到柏林特，黄昏摇身一变，成了名为洛伊德福爵的精神科医生。租下了一间没有窃听器和逃生路线有保障的房子后，他来到当地孤儿院，提出领养孩子。这间孤儿院环境非常恶劣，院长是个醉醺醺的邋遢大叔，但越是这种底层的孤儿院，孩子们的来历就越是不明，经历篡改起来也就越简单。鉴于之后的任务，他希望能领养一个识字的孩子，于是院长将名为阿尼亚的女孩推给了他。这孩子诡异又不讨人喜欢，院长巴不得他赶紧被领走。黄昏觉得女孩年龄太小，阿尼亚开口就说自己已经6岁了，觉得她不高，就努力踮脚尖，还为了证明自己填出了报纸上颇有难度的填字游戏。见此，黄昏毫不犹豫地收留了阿尼亚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阿尼亚藏着一个惊天秘密。这个小女孩会读心术，所有人在她面前都没有秘密。黄昏世界最强间谍的身份，阿尼亚见到他的第一眼时就被揭穿了。然而这孩子看多了间谍动画片，居然觉得非常刺激。将阿尼亚带回家后，黄昏嘱咐他对外就说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，带上阿尼亚上街采购。黄昏有意要和阿尼亚扮演平凡的普通妇女，然后就因为没有带孩子的经验，鸡飞狗跳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黄昏觉得这孩子看起来不大聪明，于是盘算着再去领养一个。听到他全部新生的阿尼亚直接被吓哭，世界最强特工竟然被一个6岁的幼女折腾到怀疑人生。一脸生无可恋的黄昏，一手抱着阿尼亚，一手抱着一大堆育婴手册回家。他需要说明书才能理解阿尼亚那一连串不合常理的举动。不过黄昏也没打算真的去当什么模范父亲。任务结束之后，他还是会把阿尼亚送回孤儿院的。为了准备之后的入学考试，黄昏需要单独出门和线人见面，阿尼亚死活要跟着。在经历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捉迷藏之后，黄昏用柜子把阿尼亚堵在了家里，这才顺利从线人那里得到了伊点学院的报名表、准考证和入学考题。线人还顺便查出了阿尼亚之前的记录，出生信息、父母年龄全都不详，只知道他在这1年中被领养了4次，又全部弃养，孤儿院也换了2间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阿尼亚和黄昏还挺像的。黄昏这边因为任务忙里忙外，就不知道阿尼亚在家里给他闯下了偷天大祸。阿尼亚因为无聊破开密码锁，打开了他的通讯电台，而好巧不巧，电台发出的电波被东国的间谍组织拦截并翻译。因为假照片而记混黄昏的艾加德被这一嚣张行为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当场派人去逮捕黄昏。玩够了的阿尼亚害怕被灭口，赶紧把道具收拾干净。他知道一旦被发现是超能力者，他就又会被抛弃。黄昏回到家中，敏锐地发现了堵门的柜子被移动过的痕迹，有人进来过。2个特务埋伏在屋内，准备偷袭黄昏。然而在世界最强特工面前，完全就是雕虫小技，不到5秒就利落地将人打趴。观察了一圈屋子后，黄昏心里有了判断：阿尼亚被掳走，他的间谍道具也被翻了出来，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。现在最应该做的应该是躲起来。至于阿尼亚，不应该去救，这种小孩子要多少有多少。而就在黄昏俯身捡起阿尼亚玩偶的瞬间，一根铁棍从身后砸向了他。阿尼亚果不其然被艾加德绑走了，对方打算用他要挟黄昏交出外交大臣的假发照片。没过多久，监视屋子的特务小阮顺利绑来了黄昏。而就在头领得意洋洋掀开头套之时，却发现头套之下的才是小阮本人。至于伪装成小阮的黄昏，早就抱着阿尼亚溜之大吉了。虽然黄昏带着伪装，但阿尼亚一下认出了黄昏的真面目，顿时委屈地哭了出来。抱着阿尼亚，黄昏也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小孩子哭了，因为这会让他想起小时候的自己，那种没有任何人愿意伸出援手的孤独和绝望，以及只能不停哭泣的无力感。他下意识地把阿尼亚与自己认为已经舍弃掉的过去重叠了。黄昏不愿意再把无辜的孩子牵扯进来，他骗阿尼亚去找警察帮忙，实则是准备再将他送回孤儿院。黄昏一把扯开面具，重新走回大楼。他
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成为间谍的初心，那就是打造一个不会让孩子哭泣的世界。黄昏布下面粉陷阱，让追捕他的特务不敢开枪走火，趁着烟雾的掩护干翻一大片后，将枪抵上了艾加德的后脑。他以对方的女儿卡琳做人质，威胁艾加德今后不准再找他的麻烦。走在路上的黄昏正构思着不需要小孩也能完成了计划。原本跑去警察局的阿尼亚却突然扑上来抱住了他的大腿。在会读心的阿尼亚面前，黄昏可以说是没有秘密。阿尼亚知道他的父亲是个超级大骗子，但是他愿意跟这个帅气的大骗子回家。黄昏揉着阿尼亚的脑袋，那他们就回家吧。开学考试当天，题目对于小孩子来说异常的难，阿尼亚想抄别人的想法彻底落空。还好之前在黄昏的教导下背下了答案，成功通过了考试。黄昏兴奋地抱起阿尼亚举高高，然后就因为过度劳累一头栽倒。不久之后，伊典学院寄来了通知书，第2次审查需要双亲陪同孩子前来面谈，而且不接受例外。但是这个家庭哪里来的母亲？